就从你回家，你爸妈给你炖鸡，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不给他炖鸡来看，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。当然，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是也同样要疼自己的儿媳妇。吃鸡？那妻子反问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吃鸡？想当初你走了1步，我走了99步，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，我一边带孩子，我一边挣钱，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？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？”河南远嫁安徽，婆婆在儿媳怀孕期间不给炖鸡吃，还偷偷给儿子吃鸡，因为一只鸡引发7年之痒。结婚7年多时间，丈夫不会婆媳之间的桥梁，导致婆媳关系不和，一点就着。如今双方都想来节目组离婚，最终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故事的男主人公杨先生，30岁的他来自安徽，是一名机电工程师。跟着出来的是31岁的王女士，她来自河南，是一名电商个体。可为什么男生一上台就说王女士不是好儿媳，不是好妻子，也不是好妈妈呢？接着王女士也反驳道：“因为我感觉她不孝顺。”哦，不孝顺，对，哦，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养了几只鸡，我怀孕的时候我不提，他爸妈都不知道主动给我杀一只给我吃，给我补身体。那时候我想吃鸡，我都不敢去买，我怕买了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，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。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，就是因为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，我想找一份工作，让他们到合肥就是帮我们带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。究竟什么样的家庭会如此看待远嫁而来的儿媳妇呢？不给炖鸡，也不给帮忙照看一下小孩。这对夫妻有一个7岁的儿子了，如今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。但在这之前是王女士一个人把儿子带到上幼儿园的，这才出去找了工作，并且孩子在周末王女士都带去工作单位，因为家里没人照看小孩，可以说满是辛酸泪。公公婆婆在王女士怀孕期间不体贴她生完孩子，也没有一点点的帮忙和义务，所以王女士对公婆有怨气。但丈夫杨先生不仅仅不理解妻子，还埋怨妻子不懂事。你叫过他们爸妈吗？你叫爸妈是因为有一次我们2个吵架，他们看到了都不拉。所以你不叫公婆叫爸妈是吧？我一开始叫，我后来就不叫了。哦，看来矛盾还挺……行，听明白了。一只保姆鸡引发的血案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孩子都7岁了，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，哪怕稍微给孩子哪怕买过9块9的衣服，他有那个心意。妻子远嫁过来，刚开始都对公婆尊敬有加，但公婆对她爱搭不理，就算跟丈夫吵架，他们也无动于衷。这样的公公婆婆确实让人不得不抱怨，并且公公婆婆似乎都不待见这个远嫁过来的儿媳，就连他们的亲孙子也都很少过来看望，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服。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，教出来的儿子是有多么的优秀。赵川接着问道，让全场不淡定的一幕是怎么？你回家吃老母鸡吗？说实话，回家他妈会给他杀鸡，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。好，第1回合咱们就过吧。你也承认不是儿媳，但是是有原因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是的，因为公婆对我不好，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，逻辑是对的哈。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，公婆对自己的儿子百般宠溺，而对儿媳却心存芥蒂。从吃鸡的这个小事情就足以看出男方家里的老人是多么的不开明，而每次吵架，这个杨先生都是找妻子身上的缺点来羞辱和抱怨，根本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。就连儿子班上有多少个同学都不知道，还责备妻子带孩子怎么让儿子在班里倒数第几名，而他自己却从来不关心孩子的学习。妻子除了上班带娃，还要兼顾孩子的学习，而丈夫除了工作回到家偶尔做点家务，却反过来责备这一切都是妻子的错。所以说，嫁给这种男人，这种家庭真的是悲哀啊！不是说远嫁就一定不会幸福，而是要看清一个男人的真面目之后，再决定嫁还是不嫁。赵川询问到他们是否真的要离婚。你想跟他离婚是吧？对父母不孝顺，对家庭照顾不够，对孩子又不上心，是吧？你的意见呢？他想离我就跟他离啊，问题是他离婚他也就嘴上说说，他离他又不离了，他是吓唬你的，忍受不了他了，然后你忍受不了他了。对呀。双方的三观也不合，杨先生抠门抠到家了，这本来是一种会过日子的表现，但是王女士赚的钱都补贴家用了，还给全家人买衣服买菜，到头来工作这么多年的王女士是1分钱也没存下来，就这样还被杨先生嫌弃天热开空调，
反正不管做什么都被杨先生嫌弃，日子让王女士看不到希望。本身是杨先生把离婚挂在嘴边的，可王女士真的要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他却还要纠缠不清。杨先生30岁的年龄，却有着父母那一辈退休的思想，而两个人聊到离婚的话题，说到孩子跟谁的问题的时候，王女士直言不讳一定要到孩子抚养权，但杨先生却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：我听法院的。这很明显他根本扛不起抚养孩子、照看孩子的重担。而这一切的真相，杨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。你不想离了是不是？我其实也是嘴上说说而已，因为我也想让他变好，为家里多做点事情。你当初认识的时候，我本身也不是说太认真，然后他们家人都反对，因为他的执着，因为他的任性，最终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。说白了，是不是姑娘？如果你不主动嫁给他的话，你们俩其实也不能结合在一起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等于他让我走了一步，我就向他走了99步。哦，所以你会觉得对不起他是吧？杨先生竟然说出这种畜生不如的话，还责怪女孩当初死皮赖脸的主动要嫁给他，所以他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，所以才会给父母传授这种思想，是女孩主动倒贴过来的，不是我非要娶她的。所以女孩嫁人之前要看清男方家人的嘴脸，要不然悔不当初啊！当初抛开了一切，不顾父母反对要嫁的这个男人，如今却联合家里人对女孩这种态度，那女孩要怎么办呢？真的要选择离婚吗？真的要让一个7岁的孩子成为离异的孩子吗？如果换作屏幕前的家人们会如何抉择呢？我们先看看嘉宾老师的见解。首先出场的是左岩老师。他想离婚啊？那离是呗。都聊到现在了，每个人站那儿都说我没错，不是说我，每个人都有错。不是说我没错，知道吧？我为什么不离婚？刚才我也说了，我第一个，我问你了我不想吗？让孩子没有。我问你了吗？你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吗？你是一个好老公，你太太怀孕的时候想吃鸡，你给她炖了吗？炖了，只不过少一点而已。杨先生还真是大男子主义，左岩老师还没有问完问题，他就直接顶嘴，自己妻子怀孕期间确实应该多补充点营养，不管是公婆还是丈夫都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但最主要是杨先生没有做好父母和妻子之间桥梁的关系，所以才导致婆媳关系不好，导致妻子不做公婆爸妈，导致公婆不让儿媳吃鸡，这一切都是做儿子的责任。是，就从你回家你爸妈给你炖鸡，她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不给她炖鸡来看，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。当然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是也同样要疼自己的儿媳妇。左岩老师怒批杨先生不是好丈夫，也不是好儿子，更不是一个好爸。不仅仅婆媳关系不融洽，儿子的学习和生活日常也没有一点点的关心和陪伴。杨先生怨天怨地抱怨媳妇，唯独觉得自己没有错，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。左岩老师也说到王女士，即使公婆不炖鸡给你吃，那是他们做人不到位，但作为晚辈也确实见到公公婆婆也要有基本的礼貌，这是自己的品行问题。如果双方都还想继续下去，那就多看看自己身上的问题。接着是严品红老师犀利的点评，不要打着旗号说为了孩子好。我真的认为，如果一对日日争吵、彼此没有爱的夫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，远比父母分开各自爱孩子要大。严品红老师说到，杨先生既然选择娶了人家，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，多看看妻子可爱的一面，而不是处处抱怨妻子这不行那不行的。与其抱怨，不如平平淡淡认认真真好好的经营这段婚姻。也许你不跟自己较劲，所看到的又是另一种风景。就算为了孩子，也该结束这种争吵，做不到那就分开，也许还对孩子的成长更加有帮助。最后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，一针见血的犀利都点评。我听下来就是妻子要吃鸡，丈夫说想吃鸡，就你也配？挣那么几千块钱，家务也不做，孩子也教不好，连我爸妈你都不叫，你还想吃鸡？这妻子反问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吃鸡？想当初你走了一步，我走了99步，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，我一边带孩子，我一边挣钱，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？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吗？”涂磊老师一般不会如此幽默，没想到一句
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鸡的感受？引得全场大笑，连杨先生、王女士都忍不住笑场了，让本来严肃的舞台增添了几分快乐。涂磊老师说道：当一个女人踏出99步去倒追一个男人时，这个男人是不会珍惜你的，因为得到的太容易。之所以男生的父母也这样对待你，就因为男生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女人，觉得自己天生就有优越感，你自己主动嫁给我的，就得为他们家当牛做马。不让你吃鸡的不是他父母，是他，鸡都让他吃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吗？他刚才说了句话让人是震惊的，孩子你要不要？我看法院的判决，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以承担父亲责任的男人。涂磊老师说的太好了，也觉得就算两个人不离婚，也要分开住一段时间，男生才会懂得女孩的好，女孩也会看得清未来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最后，女孩听从了涂磊老师的建议，打算带着孩子分开一段时间，看看这个婚姻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下去。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他们是否还要继续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